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应该是赚钱了吧？为啥呢？我们来回顾一下上期节目啊。面具人呢有一个习惯，那就是每次在节目的最后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操作思路的。上次我在节目末尾中说了，接下来的操作思路就是41000不是抄底儿的最好机会。我建议呢，在41000这个点位，最多拿10%的仓位去抄底儿。我更多的会看到41000去39000的这个区间啊，看它在这个区间当中最低能低到哪儿去，然后呢，我们再做决断，考虑是否进场，对不对？面具人那天说的准不准呢？来，各位，我们来看这张图。比特币从我那天做节目的时候是41900左右，当我做完节目了以后的一天啊，就开始向下跌，跌到了38500。看是不是面具人我说的41000，你不要抄太多的底儿，还有可能向下跌。我们要看41000到39000的这个区间。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它再低，再能跌到哪儿去？看，这不是跌到了38500了，对不对？可是呢，比特币跌到了38500以后啊，就开始迅速的反弹。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你是面具人的忠实观众，打开了点赞、订阅、小铃铛了，那么这段行情你就能吃上了，你就能赚钱了。截止我做节目啊，目前来看呢，市场又下跌了一些。当然呢，这种情况我也在我的会员群里面预警了。如果说你是会员的话，那你今天也是能踩准这波行情，避免被割的。因为我提前预料到了，它在38500甚至38400都会再向下跌啊，都有这个可能。我已经给我的会员群预警了。那如果说你想要加会员的话，我的联系方式会在节目末尾公布的。好，来说正题啊，行情的事情我们放在后面再说。前半段呢，我们今天要来讲讲大环境以及中国大陆朋友们要面临的一些窘境啊。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及时的财经讯息、政治风险预警而后悔了，可别怪我哦。今天呀，咱们就要专门来讲一讲政治风险预警。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哦。这些 NFT 都是可以交易的真金白银哦。中奖人数我增加到了10人哦。积极转发分享，中奖率可不低哦。好，咱们先来讲大环境啊。我今天要讲的东西一个比一个恐怖。先来说一下大家都关心的大局势、国际局势，俄乌战争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和相关的制裁将对全球的经济产生严重的影响。IMF 的总裁格奥尔基耶娃4日主持了大会，并表示，目前俄乌局势使能源和小麦的价格飙升，加剧了新冠疫情和全球供应链短缺带来的通胀影响。大家听好了啊！俄乌局势让小麦和能源的价格飙升，谁获益了呢？乌克兰是欧洲的粮仓呀，它的小麦占全球10%以上了，而俄罗斯呢，又是世界上能源最丰富的国家，没有之一。所以呢，一个是粮食非常充足，一个是能源非常充足，然后呢，这2个人互相闹了一下，粮食也涨了，能源也涨了，而且大家还不得不买。你说这2个人有没有获益呢？所以呢，他们俩打仗谁受益呢？对不对？就这很多的那些华人政治大师动不动还要号召韭菜保家卫国，韭菜为国捐躯啊，维护泽连斯基，维护普京啊。面具人我就想说，你作为一个垃圾韭菜，你自己的命你都管不了了，你还要去维护镰刀，你可笑不可笑啊？你们有没有意识到啊？你和我，我作为一个纳税人，我给国家交税了，那不应该是国家保护我吗？国家把保护费都收了啊，真正到了需要他保护我的时候，你还要让我这个交了保护费的人去保护你国家。
这还有没有道理了？还有呢，面具人，我觉得吧，人人都是自由的，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哎，我要是觉得这个社会不好了，这个社会有危险了啊，那我不能移民吗？我非得要为这个政府的权贵们的利益去当炮灰吗？我非要拿我的生命去维护他们吗？所以呢，面具人，我一听到什么保家卫国、爱国主义的话啊，我就觉得恶心。就像那些什么海外的民主大师说的，哎，天天的啊，中国共产党你号召爱国是不对的啊，中国的小粉红无脑爱国这了那了的。可是你没有发现这些人的意识形态啊，跟共产党是一样的，他们甚至就是在帮共产党维稳。为啥？因为你看啊，一到了国际局势上面啊，乌克兰打仗了啊，乌克兰一打仗以后就可以缓解中共的战争压力呀，对不对啊？普京被推到了台前挡子弹，对不对啊？你们打，然后嘞，咱们这些海外的特务民主大师就说打，你们都去爱国，保家卫国。他这个时候可不说什么爱国主义是不好的了，他就会告诉你，爱国是对的，你们都要爱国，为国捐躯。双标不？哎，想想都恶心。其实面具人，我觉得吧，俄乌战争对经济来说是个必然，为啥呢？啊，因为俄乌战争用战争的这个理由给通货膨胀带来了合理的借口，以此来削减老百姓的经济成分。俄国、乌克兰两国打啊！你别看他们嘴上喊打来打去的，你把我打了，我把你打了，可是呢，你们走着瞧，等双方各自的利益都满足了以后，哎，不打了，咱们签一个和平宣言啊，和平协议就完事儿了，弄一个友好会谈就完事儿了。完事儿了以后呢，哎，各国的这个高级将领官员们赚的是盆满钵满，可怜的只是那些为国捐躯、热爱祖国、为国报效的炮灰老百姓，死了就死了，家庭破碎了就破碎了，你活该，对吧？谁让你要爱国呢？谁让你听了网上的那些洗脑，你去爱国呢？对不对啊？那海外华人他天天说爱国，他咋不回共产党？他咋不回大陆？他咋不去台湾去爱国呢？去呀，对不对？天天一天听那个网上的吹牛逼的人给你洗脑，你有没有脑子？而且刚才这个报道中还说到了全球的通货膨胀问题。面具人，我就想告诉你，全球的通货会继续膨胀啊，它不膨胀不行，它只有用膨胀这种方式才能去稀释掉老百姓的财富，这当然对老百姓不好了，对吧？但是没办法，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我们作为平头老百姓，我们要么就是读懂这个游戏规则，去赢得这场游戏，站在游戏的上层巅峰，要么呢就是做被别人玩的棋子儿，明白了没？我给你们说句大实话啊，那就是在全球大右转、全球大膨胀的背景下，能扛过来的人就能成为上层人、上游人，而扛不过来的人呢，就会被高经济负担直接给打入底层了，打入地狱了。而且我告诉你们，不只是经济层面啊，在中国就连基因层面也要给你分上下等。大家来听这个新闻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城同达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刘宏宇建议，在部分地区试点要进行采集首次登记户口人员的 DNA 的行动，设立户籍基因特征库。听懂了没？就是说以后啊，在这些试点，甚至是全国推广啊，你们去办身份证、建立户口的时候，就要把你的 DNA 全部都给搞进去啊！你是什么基因，你是什么成分，都要给你录入大数据库。然后呢，这个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为什么要建议出这种政策啊？当然了，出这种政策出不出都是我党说的算。既然现在网络上能炒作这个事儿而不被封杀，那这其实就是党的意思。那个所谓的什么律师呀，什么人大委员呀，他只是个演员，明白了吧？这就是党的意思。如果说党不想搞，
他直接就可以把这个声音封杀了。但是呢，他现在在网上就是给你们按心理膜呢，对吧？给你们心理按摩呢，让你们知道有这个事儿。以后呢，你们要注册身份证呀、注册户口本呀，全部都要先采集 DNA 啊。至于这么做的理由，我党给出的理由就是，因为有了人口基因信息库了以后，就可以防止拐卖人口了。所以呀，面具人我就说，共产党真的是邪恶呀！来，你们看，中国有几十亿个摄像头，全球最多的监控系统，什么电话呀、网络呀、街道呀，都给你全面监控上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找个人难吗？电话都监听，信息都监听，走到哪个街道都能拍下来监控，想找个人难吗？谁打电话说要卖个人了？那个大数据一下就能扫描出来呀，对不对？可为啥现在每年丢失了100-200万人，能找回来的只有区几百人呢？连1/1000的概率都到不了呢？为啥？难吗？不难吧？我相信。而且呢，看，我告诉你，你把这个人就算是找到了，就像那个徐州的李莹，现在人直接给你消失了，说是送到什么精神病院去了。然后呢，就再也没有音讯了。而且这个李莹的基因，你咋不给比对呢？你不是说要号召建立老百姓的基因库吗？来，你把李莹的基因比对一下嘛，看看他是所谓的小花梅，还是人家那个李莹啊？可是共产党他不比对，他就说这个人是小花梅，不管你信不信，就问你服不服。他就是不给你基因比对。那至于什么情况下才需要基因比对呢？比如说某个老领导呀，他的身体不好了，哪个器官老化了，需要更换了。大家还记得面具人前年报道的那2个可怜的年轻人不？一男一女，一个是送外卖的，一个是学生吧，我记得是。2个人都是20几岁，人正是这个年轻力壮的时候，然后呢去个医院，然后嘞就忽然挂掉了。本来就是个感冒、头疼、脑热、发烧，然后嘞就死了。更奇怪的就是，挂掉了的当天就被安排了7台手术，把器官给移植掉了。哎呀妈呀，细思极恐呀！你们看嘛，这孩子丢了，反正政府是不会给你找的。你们去看，现在徐州都封村了，不让人进去。不让人去探究真相，他就是不让你们去追查。由此可见呢，你看政府他其实是支持拐卖的。为啥支持呢？面具人之前的好几期节目都已经说过了，他不支持不行，不支持那些单身汉、那些穷乡僻壤的人怎么生孩子？不生孩子，我党哪来的韭菜嘛？对不对然后嘞，他现在又给你们加上个每个人都要建立 DNA 身份证。不敢想象呀！你们可以打开脑洞联想一下别说我吹牛逼，我说的这个是有没有发生的可能性你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平头老百姓都知道，别说是一个市长了，一个省长了，就连一个村长都可以只手遮天，牛逼得很你们还要想着法的去巴结你们的村长、你们的市长、你们的区长、你们的省长，对吧？好。这就是特权时代。来，打开脑洞想一下，万一以后哪个高官、哪个老领导他的器官不行了，只需要在基因数据库里面一键匹配，配上谁了就是谁，配上了你家的孩子或者你本人，那后面要发生的事情，不敢想，太惨了。好，来讲今天的第3个新闻各位准备听好了，我今天的新闻会一层一层的击穿你们的心理防线的。来听，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税务部门将持续完善税费优惠政策，直达快享机制。来，先给你一个糖，对吧？然后再扇你一巴掌，采取一系列有力的措施，全力以赴，确保新的组合式税费的政策落实。各位听懂了没？什么叫做组合税？
组合税，组合税就是字面意思，组合税，听懂了没？听懂了没？来，再听下一个新闻。全国人大代表贺恒阳说道，建议加强数字人民币刑法规制。刑法哦，听到这儿，哎，听懂了没？刑法，数字人民币刑法，你以后用还是不用？怎么用？收还是不收？怎么收？收的是现金还是收的是数字人民币啊？都是要列入刑法的，不听话就给你判刑，听懂了没？这就是中国的环境，这就是你们每位大陆观众啊，接下来要面临的问题。如果说你不想面临这些，那你可以逃，对吧？你逃，那也要看你有没有钱逃。所以呢，赶紧赚钱。最后我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加密货币啊，这有一个数据显示啊，中国境内的比特币交易量从全球占比90%以上迅速下降至10%啊。但是呢，它这个新闻没有说交易额啊，只说交易量。那我个人就觉得是，比特币在中国可能是浓缩了，反正就是搜刮民财嘛。那官员要持有比特币，你谁也把官员管不了，对不对？只要他站在习近平这个立场，站在习近平这个阵营当中，他爱玩比特币玩嘛，对吧？这也符合中国的这个政策习惯。所以呢，我觉得中国什么打压比特币啊，这了那了的，可能前期有一些效果，但是呢，这种铁锤越往后玩啊，效果会越差啊，对整体的市场的影响会越来越小。大家仔细看啊，虽然比特币从昨天到今天出现了一定的比较大的下行啊，但是面具人我觉得，不要害怕，这个东西呢，你也不能太乐观，但是你也别害怕，你可以再往下看一看，就跟我认为的是一样的，我觉得可能还会再跌一些。我在我的会员群里面，我今天就说了，你别看跌到了38500，然后又反弹上去了，到了39000多，对吧？但是呢，它还是会向下跌的。目前呢，放量还不够，不足以跌过前2天吸收的韭菜。来，你们想一下这个逻辑啊，那就是这些庄家们、机构们，甚至很多散户们啊，这个节奏一旦带起来了，下跌了，那我们就赶紧套利吧。那至于套多套少，套到什么程度，我们自己要去估计一下。反正面具人我自己的测算，那就是目前的放量还不够，不过呢，也不会太多了，它再跌也跌不到哪儿去了。我现在判断啊，那就是比特币跌到36000、37000，基本上到头了。所以呢，你想进场的话，现在也可以进一些，然后呢，再分段向下看。同期的我们也可以去观察一下 AVAX、ATOM 还有 Luna 这些链币都不错。各位只买链币啊，别买别的项目币。现在好的项目币还没出来呢，明白了没？如果说出来的话，我会带你们去玩的，就像去年的 Axie 一样，涨上它个几十倍。当然了，这方面的渠道和消息我也是有的，只不过呢，现在还不到时机，因为整个市场还没扭起来。那些王牌项目，他们现在也不会去逆风行事的，听懂了没？那如果你想要参加我接下来的革新性的早期项目，或者说想要获得币的精准操作点位的，以及同志同道合的人交流，包括和面具人我一起交流的话，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办理会员入群手续。或者呢，各位你们可以去学一学，这个线怎么画，那个线怎么画，我看多还是看空，我们一起来画画。祝你好运，我们下期再见，拜拜。